苍金王，杨得到了宝藏。不到最后时刻不可暴露，静待他们自相残杀即可。青幻王，青幻，轮到你了。 我拖住苍井王，你们先走。休想走！ 秦幻王在祭塔里，你无法瞬移，你逃不掉。不灭焚炎，华而不实。 两个没用的东西，宝藏到手，我要7成。苍金王燃烧不朽神体了，快躲开！叶成王，哥哥，他这一击就让叶成王损失了1半不朽身体。 我带你走，我走不了了。苍金王，带他走。陆枫，现在不是逞英雄的时候。你们。 定了，一起去死吧！什么？还请你为我报仇。 追！不好！糟了，信符还在他们身上，不能让他们离开，必须动手了。我要杀了他们！呀！别让叶成王白白牺牲。 凤凰极限，这就是凤凰极限。
实力远超凤凰巅峰，就算叶辰王自爆，都无法伤害到他。我的虫族王者军团合力也奈何不了他。如果跟他硬碰硬，只要他燃烧些许不朽神力，完全能将我的地球人本尊打死。这祭塔廊道空间实在太小，金角巨兽分身根本没办法出来战斗。何必在这逼死他？斯维卡德陨落了，我也因为那叶辰王自爆受到波及而受伤。人类有着那等伟大的宇宙之主存在，将来叶辰王很可能会再度复活。对，复活得是哪年的事了？但杀了他，就能得到他的财富。快追，别让他们逃了！他就是在借叶辰王的手弄死茨维卡。苍金王，你想要独吞宝藏？三阵穿梭宇宙，前面就是核心区出口。是燕极大陆原住民，让开！哼！凤凰巅峰实力，要想等级硬闯出去，几乎不可能。哈哈，燕极大陆原住民嘛，真是谢谢你了！该死！看你们往哪儿跑！异族的敌人们，我很想你们都死光了。可是既然你们想要逃出这祭塔，那么我不得不现身了。我是燕极大陆的幸存者，裘赤卡。哼，你这燕极大陆的余孽，竟然还敢现身！你一直在这儿？对，我一直在祭塔内，在看着你们的一举一动。本来我想要设计让你们自相残杀，多死掉些。你们这些异族，当年毁我族群，今日死得越多越好。你说你设计？难道那藏宝石？聪明。很抱歉，你们现在争夺的不过是空箱子罢了。什么？它是用来让你们自相残杀的工具。你们可以拿出一个宝箱试试，毕竟我族的宝箱只能由我们族人开启。真是空的！你到底想做什么？你们这异族，如果不是为了祭塔中真正的宝藏，我才懒得理你们。你们不会以为一个蜂王巅峰自爆就能破坏的藏宝室，隐藏的会是真正的大宝藏吧？真正的宝藏不仅需要本族族人，还需要信符才能开启。若不是你们将陨落那2位的信符都收走了，还试图逃离祭塔，我也不会出现在这儿。你们如果走了，我就永远无法得到真正的宝藏。没信符无法开启，可是没有我，你们这些异族有信符也没法开启。我的要求很简单，那大宝藏我要1半。
如果你们当中有人不愿意，我可以帮助愿意的一方击杀对手，3对2，你们觉得呢？哼，我相信你，宝藏我一定能得到。现在只有先答应原住民的要求，才能保证我们都存活，之后再见机行事。哥哥因为空箱子白白死去，我要拿到宝藏，为他复活做准备。我们愿意合作。贪婪、野心、欲望，是强者无法抹掉的。那希望你们记住，在真正实力差距面前，敢耍任何阴谋，定然要让你们全部葬身于此。藏宝室就在里面。是地级金属，单单这扇门恐怕就价值数亿玉兰单位。看来，门内蕴含的宝藏会很惊人。要开启这宝藏的大门，必须得是我族人，且必须得有信符。别给我耍什么心眼！给我信符。很好，这样大家合作不是很好吗？这家伙真欠揍，一定有强大的底牌，不然要死几千万遍了。主人，祭塔，锁定信符，开启藏宝室之门。是主人。小夺宝，滚开！这是我的。这锁链掺杂了特殊金属炼制，就算是宇宙尊者想要弄断都是极难。至于你，恐怕自爆都弄不断。把宝箱打开！祭塔，关闭藏宝室之门。门怎么突然关闭了？我们怎么出去？是啊，门关了，要怎么出去呢？为了引诱他们，我必须以身入局。信符认主成功了，开启藏宝室之门，能和祭塔智能意识交流了。亲爱的族人们，祝福我成功吧！也祝福我们充满劫难的族群能得到最重要的传承。丘之卡，你
还在耍我们？他不对劲，我看你是想死！你们才该死！苍金王燃烧不朽神体了，快躲开！一起去死吧！快追！别让他们逃了！我是燕蓟大陆的幸存者，9赤卡，藏宝石就在里面。滚开！这是我的！你们才该死！我看你是想死！9赤卡，你快去传承上，族群传承不能有一丝懈怠。活着出来！你一定要活着出来！你们才该死！风王巅峰自爆，真是疯了！不会的！玛莎，我的爱人，从你陨落那刻起，我就想随你离去，只是我不能。现在，就让我陪你一起，在沉寂之地永眠吧。9赤卡，您好，以下为主人陨落前留下的遗言。普恩，我的好兄弟，当你听到这段话时，我已经陨落。原谅我，1万年的岁月，我只是为了信念在支撑。只要族人能得到传承，我就满足了。崛起！崛起！务必将传承秘法带回。族群的未来就交给你们了。处心积虑也不过是做困兽之斗，还真会伪装。哼！苍金王子众啊，几乎毫发无伤，眼下更不能冒进。且看他们如何处置宝箱，再前期行事。或许我能让魔杀分身变化为燕蓟族，骗过宝箱的感应系统。可一旦开启，他们又怎会让人类分一杯羹？为了祭塔宝藏，哥甚至不惜牺牲自己，如今却是一场空梦。白忙活一场。你们3个
先用神国传送离开。我们先离开，不就等于把宝藏让给你？那又如何？我们先行离开，会把神国坐标完全暴露在你面前。你要如何保证之后不会尾随进入我们神国，灭口夺宝？依我看，实力最强的先离开，实力弱者最后传送离开。没错，我赞同。哼，真有胆色！唯我者死！虽然宝藏无法开启，但要是弄到你们3个的财富，也算聊胜于无。哥，我这就替你报仇！小孩子的把戏！受到重创，仅能勉强维持身体不消散而已。本纪希望与你们人类奈何难堪一用，仅此，便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最后底牌。这口中的气息如此令人心惊，仿佛历经无尽岁月。这绝对是宇宙尊者级别的重宝。在这口苦中之下，已有3名蜂王陨落，而你苍金王就是下一个。就连苍金王的攻击也无法破开中体。人类，不如给苍金王陪葬。你们的宝物也一同归我了。这枚 A812火神元晶威力相当于蜂王巅峰强者自爆的3倍，若是爆炸被限制在这中体之内，威力更甚。宝物是我的，一切都是我的。子中王。我的弟子们，我的老师们，再见了。子中王，杀我，你也一起死吧！不。即使中体阻隔了苍金王的9成威力，竟也湮灭了我的部分神体。给我束缚！
和降价阻隔，我的身体也极有可能被其撕碎。眼下就只有……传承师夺走传承。苍极王和2个人类都已陨落，这剩下的宝物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。宝箱和苍极王的遗物，怎么转眼间都不见了？人类，是你！要不是你，我还没法这么顺利拿到宝藏。谢了。别跑！可恶！前面有人。事关我族未来，至少要保证传承秘法在我们手中。祭坛空间狭小，没法施展我最强战力。一旦所有人都知道我有蛊咒，很可能对我下手。必须得尽快杀了他。那人类不见了，却突然冒出一头怪兽，还是凤凰巅峰战力。折损过多，人类，你夺取本该属于我的宝物，这笔账迟早会向你讨还。以后的路就靠你们自己了。芯片，求赤卡族老陨落了，但也为我们族群带来了传承。大灾难前，族群的无数秘法，我们已经全部带回来了。有了族群传承，我族群一定会强大，一定会再度崛起。崛起！崛起！崛起！我听闻，
经由宇宙之主复活，需要支付高昂代价。这些苍金王、紫维卡的遗物，就作为复活叶辰王的资金吧。宇宙之主会统一复活大批的人类强者，我哥也会在其列。就算之后要在漫长的岁月里接受各项艰难任务，能和我哥再次并肩作战，也足够幸运了。我能在乱中脱身，是托你的福。那个锁链宝箱也归你了。可我的身体损伤严重，恐怕留不住里面的贵重宝物。谢谢你，在我昏迷期间保护了我。幸福确认。生命气息确认。罗峰，你真发达了！第一枚戒指聚集了燕境族部首以下族人的财富，第二枚戒指是该族部首强者的装备宝物，加上苍金王等人的遗物，价值约5600亿混元。什么？紫维卡的飞船也才卖出61亿混元，而我一下子获得了近100倍的资产。这第三枚戒指里的是燕姬族的镇族之宝——锁空之臂。锁空之臂最多可影响100万公里的区域，在该范围内，空间波动将完全锁定，无人能使用空间法则。但锁空之臂消耗的能量巨大，1分钟就能消耗价值1320万积分的能量，相当于一个封侯部首的全部身家。不到关键时刻绝对不能用它，否则都回不了本。事态紧急，鸿蒙城见。杨，最近有不止一人和我确认你是否得到了祭塔宝藏，我否认了，但是这没能妨碍他们继续打探。他们从哪儿听到的风声？是紫中王。宝藏已不见踪影，看来子中所言非虚，他还真在那个人类小家伙手里。那个人类现在在哪儿？你戴面具，不会就是为了方便打瞌睡吧？根据内部网络同步的最新消息，那个名为杨的人类正躲在兵营基地里。真是怕死的家伙！
天阵王，多谢你提供各族在燕蓟大陆的最新动向，我会小心行事。异族存心谋害，人类本就该一致对外。若觉域外战场凶险，可随时加入我们队伍，共同进退。幸好紫中王似乎只是针对我，没有透露星幻王的相关消息。你倒有空关心别人，在兵营基地确实能免于追杀，可这不是让宇宙各族强者认为你心虚，更加认定你拥有宝藏吗？我来这儿不只是为避风头，从祭塔得到的那5600亿混元，如果不尽快转化为实力，又怎能守住这些财富？在完成采买后再出发不迟。你想好怎么花了？全部花完。什么？人类，我了解你的狡诈心性。你暂时栖身不是因为胆小，而是在等待时机。我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。我们的对决一定会到来。大量修炼资源，用来提升金角巨兽强度。火神元晶作为应急之用，水神元晶用来给锁空之臂功能。不过最昂贵的还要数着废魔毒液，一下子就花了3000亿混元。你怎么敢花这么大手笔？废魔毒液可侵蚀不朽神体，是毒药前辈最为崇拜的强大药剂师废魔配制出的可怕药剂。我相信前辈的眼光。疯子，刚忘了提醒你用法，将10克废魔毒液涂抹于兵器之上，一旦命中，就足以杀死蜂王极限强者。多谢毒药前辈。还有，那个，你给阿莫的培养液很好用，他想谢谢你呢，是不是啊？小晨晨，队长，你，获得提升之后，你在燕蓟大陆自然不出其他蜂王。不过，这回换我们反向追查紫中王的行踪了。人类阵营里似乎还没相关线索。追查行踪而已，又有何难？巴巴塔，即刻发布悬赏。是。公开悬赏，悬赏人杨，悬赏额5000万会员单位，5000万。悬赏金将提前转至军队系统公共账户，只要提供紫中王位置坐标，确认准确后即刻给付。5000万会员单位，还是军队系统公开悬赏？我一直很低调，也没人知道我有宝物。可现在，那些强者得到消息，肯定会争相来抢。既然无法再置身事外，我就必须表现实力，震慑各族强者。紫中王，你倒沉得住气。燕蓟大陆上的人类不朽们找你都找疯了。
光是悬赏就足有茨维卡悬赏银翼王时2倍之多，更不知道会请来多少帮手。我不是有重剑王和血兽王吗？有2位风王极限强者助阵，放眼燕姬大陆，谁是对手？这倒是，只有整个第7星域战场危险性最高的星辰塔，才聚集了各族风王极限强者。至于燕姬大陆那些普通风王，根本不足为惧。你打算何时动手？不急，我先示敌以弱，等他轻敌，再现身。有波动，是瞬移。那人类入局了。要多加小心。紫中王就在3210公里外的洞窟内，他未屏蔽信号，显然是有心在等。我知道他设了局，他也清楚我有备而来。他很自信，我也是。不过等他死的那刻，就会明白什么叫后悔。依林呢？还不动手？不好！好强的能量攻击，还好我反应够快。本来还想先单独与他斗上一斗，可现在还是立即让那2位来，有危险他们上，我等着找机会。像杀手，血兽王、重剑王，我先去引开他注意。2位就按第3计划从2侧包抄，不让他有片刻喘息，直接下杀手。你不是故意散布消息引我出来，怎么如今又成缩头乌龟了？是你躲躲藏藏，现在终于出现，是购买了够强的武器了？是机械族的，还是焰神族的？先让你得意，血兽王、重剑王马上就到，就算你有杀招，也是他们俩先承受。我倒是要看看你得到祭塔宝藏能弄出什么底牌来。紫中王，你有什么招，尽管使出来吧，否则不值得我用杀招啊。来了。极限，我曾了解过周围所有强者的战斗资料，其中就有着血兽王和重剑王。然而正面相遇，这2人气息之强，仍令人背脊不由发寒。杨，你死定了！想合围，我会让你有机会出手。左空之臂。封锁！紫中王，你不是说这人类实力很弱，瞬移、空间法则都不懂吗？他确实不会的。对了，这密文是祭塔，那兽灭兽族无法瞬移，他一定是用了祭塔秘法。这宝物绝对价值无量。杀了他！拿着一件宝物就放！就算不瞬移，你也逃不掉。是你们逃不掉了。什么？是最强火神元晶。没错，一颗就相当于10倍风王巅峰自爆，比我在祭塔中引爆的那颗威力强3倍。那颗直接炸死了风王极限的苍金王，现在这2颗哪里还有活路？逃！快逃！来不及了。
道封锁空间的物质。这人就是个疯子，他难道不怕死吗？难道他有自信在这最强爆炸中存活？活下来了，我没死，就是你死。哦，是吗？那我就再送你一程。这可不是普通的刀，上面抹了废魔毒液，只有立刻分裂身体，才能阻止毒液蔓延。只需0.01毫秒，0.72克毒液就足以传遍你每个细胞，瞬间杀伤。我要死了！灭将好快！生命气息确认。耶，是燕姬族的镇族之宝——锁空之臂。这回换我们反向追查紫中王的行踪了。我先试敌已落，等他轻敌，再现身。那人类入局了，呀，你死定了！是最强火神元晶。我要死了！灭将好快！那得到祭塔秘宝的人类出现了，紫中王居然都陨落了，那家伙必定也付出了不小代价，那就不足为惧。我们人多势众，正好去捡漏，先瞬移到远一点的地方，好随时应变。走走，晚了可就是瓦无了。不朽身体损失竟然达到了42%，那得耗费多少岁月才能恢复？我的不朽身体损失了59%，剩下的战力不足1成。好困，若是再恶化下去，恐怕会陷入沉睡。同时追2个人，只要他稍有犹豫，便是神机。好惊人的能量残留，光是余波回荡就令人心惊胆寒。怎么回事？我方阵营无比强大的血兽王和重剑王，竟然在疯狂逃跑！神类，别欺人太甚！可恶，人族小子！我的双重剑，你不是好惹的！
39成战力，竟仍能凝聚余力，射出重剑。你果然很不错，可惜你只有一次机会。不是他们白痴。如果我们看不到血兽王逃窜，重剑王重伤，单单看到一个人类，恐怕也冲上去了。2名封王巅峰，6名封王高等，10名封王初等，共18人。不知天高地厚的异族们，就拿你们立威了。那是我终身无法忘却的记忆，亲眼所见的事实。银甲青年的身姿优雅绝伦，他是黑色长夜中的萤火，自由翱翔。有毒！这刀光如长河，唯美绝伦，令人目眩。一刀裂大地。一刀破王阳，一刀碎苍穹。几千万公里的世界被全数湮灭，化为虚空。
在这变幻瑰丽的宇宙深空，这刀光长河更是奇观。18个蜂王围攻他，只活下来5个。可恶的紫中王，叫我们来根本没安好心。上次这般惨烈，还是6000年前，人族七剑王在星辰塔用重宝虚空之握，同时碾碎湮灭诸多蜂王，强夺我方阵风星辰。200多位蜂王不朽，就被一个人类吓得不敢动手。那人类应该没到蜂王极限，肯定是用了某些代价极其高昂的手段，撑不了多久。要上你先上。各位，蜂王极限何等厉害，我要击杀，自然需要付出代价。不过这代价我付得起。最强火神元晶，1000亿玉兰单位1颗。要是爆炸，蜂王巅峰必死，蜂王极限也。这人类的实力绝对不比蜂王极限差。诸位可知道这人类的封号？我等只知道他叫杨，没听过他有封号。他的刀法堪称绝美，一刀出，刀光凝结成河，久久不散。13条璀璨刀河悬挂长空，便是13名蜂王陨落。我看就叫他刀河王。刀河王太厉害了！不会吧？重剑王可是蜂王极限，能被刀河王杀得那么惨，陷入沉睡？听说血兽王都被吓得抱头鼠窜。杂碎，可恶的杂碎！我倒是成了他成名的踏脚石。不过，他能硬扛最强火神元晶，未来并不可小觑。是该闭关潜修了。1年后，我定会突破至宇宙尊者，再复出。杀了14名蜂王，可怕！希望以后不会遇见他。人类，刀河王。
杨，我都听说了，你也太强了，运气罢了。刀河王牛啊！真给我们人族长脸！算上天正王，已经有108个凤凰不朽联系你了。刀河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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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刀河王，不愧是我真野王的徒弟。真言，罗峰是刀河王的消息，乃绝密，绝不可外传。是。刀河王，记住就能混出蜂王称号，倒是颇有意思。这子中确实是重马，灵魂攻击、物质攻击都能抵挡超90%。可惜身体融合防御宝物有限制，要融入子中，就必须把降甲珠逼出体外。那当然选降甲啦！降甲除了防御以外，还能赋予你1万倍借助之力。重剑王现在情况如何？你花了1200亿混元给他恢复实力，能不好吗？就算这次击杀一族蜂王赚了2300亿，你也不至于拿那么多。我已用万心秘法控制重剑王，他绝对忠诚，又能瞬移，有他帮衬，闯荡宇宙会方便许多。有意识波动了。主人，明明长得那么可爱，硬是要假装自己是壮汉。俺就是猛男，别小看俺。明月彻，银河挂长空。他的刀法堪称绝美，一刀出，刀光凝结成河，久久不散。13条璀璨刀河悬挂长空，便是13名蜂王陨落。我看就叫他刀河王。明明长得那么可爱，硬是要假装自己是壮汉。俺就是猛男，别小看俺。你以前不是挺沉稳的吗？主人面前，当然要做最真实的自己。这子中适合精通火空间法则的强者，你认主试试。主人，你对俺真好。
你要去星辰塔？是，我军功早就达到要求，想在离开前去闯一闯域外战场危险级别最高的区域。星辰塔确实值得一去。那孕育的阵风星辰，炼化后可以永久封印强者。当年4大巅峰族群就为此发动大战，可阵风星辰要数千年才出世一次，且毫无规律。4大阵营数十万计的蜂王不朽，也都是为了他才聚在那儿。碰碰运气。星辰塔高9光年，因吞噬的宇宙能量汹涌，便形成了9玄星云。看似美丽。实则是强者的噩梦，就连宇宙尊者深入都会被撕扯湮灭。这么可怕！罗峰，罗峰，你怎么了？抵达的瞬间，我突然感受到了一股令灵魂战栗的召唤，甚至超越了焰神族金属版。看是否能认出。没有反应，再试试。怎么会？我感觉得到，整个星辰塔都对我全身产生无尽召唤，可我怎么尝试都没有一点反应。是我弄错了吗？还是先进去吧。星辰塔内有无数移动的禁地空间组成。禁地空间之间有暗中通道相连。这就是禁地空间。
探测仪、世界投影、念力探索、瞬移等都被限制在禁地空间范围内，除非神国传送离开，不然只能通过找到连接2座禁地空间的通道进行穿梭。主人，小心！坚定护卫是高级机械傀儡，不怕灵魂攻击，只能破坏他们驱赶出的能量核心。
星辰塔内部一般很平静，只有阵风星辰要出事时，才会出现各种异状。主人刚进星辰塔就能遇到这样的好事，看来就该主人得到阵风星辰。那边有离开的通道，主人，快跟俺来！比普通行星体积的星辰，隐隐有着让人心悸的气息，以恒定的速度在这无尽虚空中缓缓滚动着。阵风星辰所在位置有无形阻碍阻挡，无法直接接触，只能继续从基地空间慢慢接近。要真正触及阵风星辰，方才所经历的艰险，不知又要发生多少次。但作为各族趋之若鹜的珍宝，它必然有全力夺取的价值。主人要用全力，门也不能落后。俺发誓不再打瞌睡了。出发！这星辰塔真是不友善，几乎每一座禁地空间都有护卫把守。他们的攻击都带着明确杀意，仿佛是拥有了意志的个体在追杀一般，有的更是超越了封王极限。多亏有你，我才能顺利的闯过来。天阵王，你们也遭到了禁地护卫袭击。是的。传闻阵风星辰即将现世之时，禁地空间的护卫会有异动。看来他是真要现世了。可一旦如此，禁地空间还会引导各族强者向阵风星辰现世地点汇合。的确，随着不断深入，遇到的各族强者越来越多了。异族威胁更甚于禁地护卫，多加小心。明白。哼。军队内部系统显示，天阵王的坐标就在不远处。若能会合，我们也好有个照应。啊！他之前还说不打瞌睡呢。让开！你杀死我族子中王，怎会放你离开？我是子中王的好兄弟陈。别废话，你是来报仇的。星辰塔都对我全身产生无尽召唤，可我怎么成身都没有一点反应，是我弄错了吗？这就是禁地空间。传闻阵风星辰即将现世之时，禁地空间的护卫会有异动，看来他是真要现世了。随着不断深入，遇到的各族强者越来越多了，异族威胁更甚于禁地护卫，多加小心。明白。哼。
征王的好兄弟。别废话，你是来报仇的。你这样讲话，杀死的不够快呢。告诉你，就算你能在燕极大陆连杀18名蜂王，但在强者云集的星辰塔，你没有任何嚣张的资格。终结你刀河王的是我，陈。混！如我主人者，死！他刚说自己叫什么来着？无所谓了。啊！是出口。刀河王，你这是何意？愚蠢的陈混王似乎忘了，强者的尊严不容挑衅，不容侮辱。若你们想为了一个小小的陈混王出头，那便战。只是阵风星辰即将出世，现在浪费精力，恐怕会让其他强者占了便宜。你最好能活到最后。希望你们也是。可惜，身体不由得一股战力。这小队虽然人数不多，但威压感却更甚于方才的机械族，是因为有强者隐藏在随身的世界戒指当中。杨，我藏岐王，请多指教。现在各族为争夺阵风星辰，逐渐形成了无数个100人甚至1000人规模的军团。幸好有你加入，为我们增添助力。目前对我们威胁较大的军团有哪些？虫族南城、狡诈、善事奇谋；机械族命运王，讲究秩序，以统帅力著称。哦，正说到就来了。1人成军的妖族，玄木王。他们的实力都接近蜂王无敌，麾下自然也聚集了更多强者。蜂王无敌，岂不是与真眼王老师的实力相近？这位是齐剑王，实力不输上述3位异族，传闻是巨斧斗武场中某宇宙之主的亲传弟子。
天赋比最近崭露头角的博兰还要强得多。博兰，可惜他实力过强，自身便能吸引更多追随者，愿意加入我们的人就少了。出口是出口，快进去！冲啊！能历经艰险一路闯至此处的，大多都有蜂王实力。我目测，此地已聚集了10万人，与鸿蒙中人类蜂王的总数相当。这么多蜂王，真是平生未见。每一名成员放在别处都是足以震慑一方的超级强者，而现在，他们都聚集于此，只为争夺阵风星辰。阵风星辰浮现了。乱了方寸，方才的作战方案还有数个关键点需理清。是。在场10万多异族不朽神灵，不知有多少可怕存在。光靠我们数十人，只怕极难获得阵风星辰。不用担心，我们的盟友已到。我跟几位弟兄各自带了一支队伍过来，共约1000人前来会合。取我，多谢相助。诸位，此番争夺阵风星辰，宇宙各族强者纷纷涌现，眼下唯有联手，才有一争之力。所以从现在起，我们暂时结成同盟，共同进退。哼，那倒是阵风星辰归谁？对呀。突破异族军团阻碍。来到阵风星辰面前，我等需联手合力。后续联盟自然会解散，大家各施本领争夺。但在此之前，若有背盟契约者，我天阵王定会为我同盟兄弟灭杀此人。接下来，我们进行队伍编制，以100人为一编队，共分10队。短短数语便可凝聚人心，天阵王的领导力果真不凡。空间封锁！空间封锁！快冲！空间已经封锁，瞬移无用，我们联合，赶紧！童天王，
放弃瞬移，我们飞过去。是，主任。小心，等住！冲！星辰塔本身混乱的阵风之力，一旦碰触，哪怕是蜂王极限也必死无疑。宝物是宝物，轮到我们显露了！快！是我的，都是我的！各大族群都来了。 幼稚，连万全出口都没出现，就算现在抢到阵风星辰，也只会沦为众矢之的。万全出口，阵风星辰一旦引起杀戮过甚，就会出现众多出口，让萌生退役的人去往安全的禁地空间。命运王说的轻巧，其他人没他那么强。若不趁早下手，越往后的机会就越渺茫。走。 短短几分钟，我已得到上百亿财富，难怪所有人都疯了一般。夺阵风星辰还是其次，此次行动的第一目标是七剑王。第6方案。 分解塔，机械族为杀七剑王，还真是下了血本。七剑王在机械族刺杀名单上排位第3，成功击杀目标有巨额奖励，可惜那排名第1的罗峰没在这儿。七剑王岂是那么好对付的？他不仅拥有七剑、虚空之握等重宝，传来还获得了宇宙第1势力祖神教的超级船长。 燃烧！兽神雕像，果然是祖神教，他还是第一次暴露那矜持。分解塔依附机械族最强单兵，命运王一方早有预谋，七剑王却是集中应变，将有限的能量分散成面，竟仍能挡住对方集中力量的一击。可见，矜持之能远超分解塔。快撤！
主忍者，死！我目测，此地已聚集了10万人，每一名成员放在别处，都是足以震慑一方的超级强者。阵风星辰浮现了。 此次行动的第一目标是七剑王。怪声出口出现了。 住了！快离开！星辰塔对我的召唤始终都在，且我一入塔内就遭遇诸多异动，又立刻有阵风星辰出世，这一切绝非巧合。我有预感，一定还有更特别的事情会发生。 我遭到了灵魂攻击，有敌人，大家小心！是妖族阵营的狮芒王。 他跟我一样擅长灵魂攻击，我和他交过几次手，没有取胜把握。还有更多妖族强者气息。对方12人，6个凤凰极限，而我们这边死的死，散的散，只有4名凤凰极限，处于劣势。我们退。去王。 时间减缓了，杀！来不及退了，我来挡住狮芒王。这次你死定了！我也只能先牵制住2名妖族。刀河王，交给我了。总监，先杀那些蜂王前锋。
气王已死，虚无王眼看面临4位风王极限围攻，而天阵王也以燃烧不朽神体迎敌。重剑，你去帮虚无王。 借助火神元晶的反冲力，我自然无惧，可你必将完蛋。孩子。 来吧，逃过一劫。虽然暗算失败，但还有虚无王、重剑王，解决了他们，我仍然有得赚。主人，主人，我没事，是天阵王暗算我。 快提醒虚无王小心提防！你也暂时离开，等我回来。这是。 孩子，过来。好强的威压，温润如水，却无边无际，让人不禁想要臣服。刚才就是这股力量带我来此。 他的气息比噬火尊者等人都要强得多，甚至和老式混沌城主相近。难道是宇宙之主那样伟大的存在？第3位候选者，我在这等你已经82亿年了。星辰塔不是没有主人吗？他是什么人？为何能将我带来这里？第3候选者又是？ 看来你心中充满了疑问。是，还请前辈解惑。我叫菩提，
是星辰塔的看守者，也是你的接引者。您不是星辰塔的主人。星辰塔是我的老师为地球一脉创造的宝物，我本是老师第一个仆从，在无尽的岁月中，有幸成为老师的大弟子。而老师真正用心培养的，是亲手孕育的焰神族与地球一脉。焰神族，地球，那不就是巨斧创始者口中的异族大能者？老师当年耗费无数心力，选择人类中的意志引导孕育，造就出天生资质强大的焰神族。其中最强者成了老师的二弟子，他带领麾下独立，成为了宇宙一方霸主。焰神族虽已堪称杰作，但老师还不甚满意，又不断探索钻研，这才有了灵魂纯净的地球一脉。地球只是你们的叫法，不同时代称呼也不同。第一候选者时称之为山海界，第二候选者时则叫做元星。考虑到你们身体力量还不够强大，老师又专为你们创出一套基因跃升秘法，名为9节秘典。可这套秘法太过逆天，无论是记录还是传授，都会被宇宙法则自动抹消。直到老师找到具有不可思议威能的天魂晶，将它刻录其上。天魂晶应该就是黑色金属板。我之所以能一次次感受到召唤，皆因我们都同宗同源。你是如今地球一脉的最强者，且已经通过天魂晶的考验，习得秘法，便只剩下最后的生死之路。生死之路，星辰塔算得上宇宙最强至宝之一。制造中因融入一道宇宙原初射线，似有了一缕自识，因此认主更为苛刻。成，你会成为老师的第3弟子；败，你的灵魂完全瓦解，将必死无疑。而且即使得到复活，9节秘典的记忆也会消失，基因水平恢复原状，降甲王甲也将无法使用。你愿意接受吗？失去这些，我恐怕连个普通的天才都不是了。可因此畏缩，就会错失最强之路。我唯有一往无前。认主最考验的是心灵、意志，一旦开始，谁也无法阻止。你之前的2位候选者分别坚持了2600年和3300年，都遗憾陨落了。撕裂灵魂的疼痛，尚不及我融合血络晶100余颗后的剧痛。灵魂的疼痛越来越强，接下来的1000年时光，
我肯定无法只靠硬扛忍受，不如同时钻研兽神之道，转移注意力，稳定心性。不足以单挑那么多混沌兽。哎，这是父亲留给我的摩托，我要突破自己。这小家伙倒是很像他的父亲。